都饿死了，还要。我每次来到美国各大华人很多的都市，都一定要吃羊杂。但美国真的香港移民非常多，所以他们的这些都非常的道地，而且价格经济实惠。凤爪是一个我小时候不敢吃，结果大学毕业之后去香港玩，就爱上。当看到凤爪在指着你的时候，它就是告诉你快来吃它。入口即化，都卤着透，好爽。但是吃凤爪也是训练一个人的舌技基本入门。会吃凤爪的人基本上都很会接吻。不要瞎掰好吗？没有打算要拍太多中年大叔吃港式饮茶的画面，所以好拍到这样就可以了。下一家餐厅见。我从来没有吃过八方云集的干面，他们的菜单上面有招牌干面跟古早味干面。我必须要说，就算我们是看懂中文的人，我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干面。这是叫的是招牌干面，看起来就是一般的麻酱面啊。就是有一点微辣的麻酱面，然后加上很多花椒的味道。哦，这个好吃哎！我没想到麻酱面跟花椒可以这么合。超怀念，真的完全就是思乡的回忆。对我而言，来八方云集最重要的就是要吃蒜蓉酱油膏。有人跟我一样也是蒜蓉酱油膏派的吗？这是全美国第一家八方云集啊，才开幕2个月而已哦。我是不是要配酸辣汤啊？在美国一般华人餐厅的酸辣汤啊，它就会搞得很黑啊，然后勾芡很不均匀。在这边喝到酸辣汤就是标准。好，下一家。第一次看到就是这么大一块，然后感觉起来像很大一块薯饼的萝卜糕哎，萝卜糕加蛋，原味。它里面好软嫩哦，吃起来有爆浆的感觉。我以前基本上并不是很吃萝卜糕派的，加点这是什么蒜蓉辣酱，我靠哟！他们这个大蒜酱汁也好好吃哦，酱油加黑醋，然后有满满的蒜味。哦，饭团，这个饭团比台湾的饭团还要小，让我有点惊讶。这完全不是美国人的 size。普通，好，就是饭团。豆沙酥饼，大家也知道我是豆沙控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果面，它豆沙一点都不甜哎，所以他们真的没有打算要做美国人生意。没有很好吃，豆沙好像都没有放猪油，而且这边不便宜哦。萝卜糕加蛋8.4，豆浆345，咸蛋茶6块3哎。以上就是在加州 Irvine 的四海豆浆，很适合怀念四海豆浆的人。但整体来说呢，这家餐厅的品质非常的低。又来吃鼎泰丰了，鼎泰丰 Glendale。吃鼎泰丰真的没什么创意，但就是想吃嘛。啊，鼎泰丰的酸辣汤，我赫然发现这是我第一次喝鼎泰丰的酸辣汤哎。我以前都是喝鸡汤或牛肉汤，上面这么多辣油，但是一点都不辣哎。美国鼎泰丰没有丝瓜小笼包啊，丝瓜好像是一个超贵的东西。是鼎泰丰变了吗？他们现在没有豆沙小包了，他们现在只有豆沙麻吉小包。我想要纯豆沙小包吗？我在想，是不是之前有一些脑残的客人反映，就是豆沙太多太甜，就不懂豆沙的奥妙。好了，不过加一点麻吉也是蛮好吃的啊。好爽。
也是把自己吃到肥死的行程。谢谢广大网友的支持，大家都看得出来，我真的是吃太饱就会产生喝醉的症状，然后就去享受我勾塔小巴了。我们下一家餐厅见。大家都知道我有多爱吃生蚝，但是看起来真的是小到不行的生蚝，不过是现开的，还不错。Horseradish 以及 cocktail sauce， 在海边吃生蚝超爽的。啊，我好羡慕加州人啊！好了，去下一站吧。海底捞，超期待这个的。反正台湾人对海底捞也很不陌生，我也不要浪费时间再介绍了，因为我很饿。在高汤煮开之前，当然就是要吃担担面。好普通的味道哦。是我期待太高了吗？我这辈子只吃过一次海底捞，但是我永远都忘记不了，在你自己调的酱里面加一堆碎牛肉。光吃酱就很爽哦，这个就可以拌饭吃好几碗，真的是等不及了。牛肉好好吃，中间用冻豆腐来漱口一样。以上就是一个平常住在美国北卡的华人，长久来吃一次海底捞可能会出现的画面，请多多包涵。讲海底捞就有送糖葫芦吗？好喝哦，酸去籽的鲜渣哎，在台湾的夜市都嘛吃草莓，真是好酷哦，但是好不方便哦。谢谢海底捞，今天很开心。下一家怎么办？我真的吃得好饱哦，只吃这么饱，再来吃点甜点吧。怀念的甜点，鲜芋仙。好了，其实北卡也有鲜芋仙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跑来家都吃鲜芋仙，但是就是有时候突然想吃鲜芋仙。这辈子第一次吃鲜芋仙的时候，真的就是对于仙草冰沙完全就无法自拔。全世界的鲜芋仙应该都一样吧？鲜招牌，丰利招牌。啊，过敏性牙齿请用苏酸定牙膏，没有业配。以上就是美国鲜芋仙，没什么好介绍，大家都很熟。吃饱了，真的是吃了非常多在 LA 就可以吃到的华人料理，而且很多都是台湾品牌。非常庆幸我这个人并不是住在这里，不然就是都没有办法减肥。最后，我们就以上次来过的台湾品牌50兰的门口来做个结尾。本来想要饭后来被清查的，但是他们中午才开门。这是我可能这辈子第一次看到50兰还没有开门，心中有点松了一口气。美国的这些大城市可以让全世界所有的移民感受到家乡的味道，每一道都非常到底，每一道都非常肥胖。以上就是今天影片，希望这支影片可以让一边吃饭中的你带来更多的食欲。如果你是睡前看这支影片的话，那就抱歉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呢，非常感谢你的订阅、在留言分享。小丹 PTV，我们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